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，很荣幸的这一次邀请到了 Osno 来本台做采访。那么因为 Osno 他本身英文不太好，然后我的韩文也不行的关系呢，所以我们只能用文字对话。那么原本我是没有打算要跟 Osno 做采访的，但是有观众要求了，所以就只好把这个影片给做出来了。所以是真的非常感谢 Osno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我问了哪一些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大家也知道他目前是整个伺服器拥有最高击杀的玩家了，一共拥有720亿的击杀。是什么原因让他一直想要不断的去追求更高的击杀？那因为他是用韩文写给我的关系了，所以我这里就放回他原本写的东西，然后下面说出我看到的翻译版本，如果有哪些错误，各位可以帮我纠正。他说并没有特别去尝试拿到更高的击杀，只是纯属为了好玩而已，但是不知不觉中就变成最高击杀的玩家了。我觉得像他这样子的回复，那些其他追求更高击杀的玩家，比方说爸爸、阿 Z、阿 Vix 应该会看到很眼红了。接着是他每个赛季会消耗多少的加速资源还有宝石。不过我有问他其实开销多少的费用啊，但是他并没有回答。不过也不排除可能是翻译器那边出现问题啊，没有翻译到那一句话给他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我们看他到底用了多少的加速资源宝石。他的回答是每一个赛季几乎都会消耗2000天的加速，差不多接近5到6年之间，消耗400到500万左右的宝石，还有4000亿的资源。其实他这样子跟我讲的时候，我有点吓到。他开销的费用其实还蛮少的，因为像他击杀越多，就表示说开销越大，除非是说他每一份报告几乎都是赚的。各位还记得这一次 KVK 结束之后，我做一个数据嘛？其实 Osno 他的战损比是赚2倍的，所以像他这样子报告是一直维持赚2倍的情况下，确实可以不用消耗这么多的资源跟加速。那假设说像阿 Z 这样子呢，就要开销特别大了。第三个问题，我知道他有移民过不少的王国，像是365过去93，再过来960，之后有没有打算再移民去哪一些国家？他说他去93只是为了要跟960对决而已，最后结果他是已经赢了，所以他现在过去960。对于下一次的移民暂时没有计划。既然都已经说到移民的事情，来到960的事情了，当然也要问另外一个问题，在他来960之前，知不知道国王也就是豹哥他退坑的事情？对于960的现状有什么看法？他说豹哥是最好的国王之一，但是960有不少的主要人物。他这里所指的应该是讲豹哥可能是一个王国的代表而已，就是一个精神支柱，但他离开了之后其实也不影响太大的意思啦，所以他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他也将会成为主要人物之一，就是成为960的另外一个代表。既然他都已经这样子回复了，我后面还有追问到他有没有考虑要成为960的管理层。他说完全没有这样子的想法，他只是一个玩游戏的人，这种头痛的事情应该让更擅长去处理的人来做。所以也是一样啦，其实大家都不想要成为管理层，这种吃苦不讨好的工作没有人想要做。还有就是大家好奇的一件事情，平时他上线时间到底有多长，到底有多少个代打？因为在讨论区传闻 Osno 他拥有2个以上的代打。既然这一次访谈都可以直接问到他本人了，我当然是要问他到底有多少位代打了。他的回答是他不分享自己的账号，有很多人都怀疑这件事情，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由他本人自己来操作的。至于下面那句话我不懂有没有翻译正确啊，如果有错误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。他说有一个代打叫 KB 来自1307，在93 2次 KVK 中他损失了一个代打，我不确定有没有翻译正确了。如果在打仗的情况下，他至少每一天会玩16到18个小时左右。然后我也是感到很惊讶，怎么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在玩而已啊？不过他玩的时间其实也是蛮长一下，16到18个小时。假设是真的只有他自己在操作的话，那确实拿到更高击杀是很正常了。因为一般的代打通常都不太敢去打架，会拉扯之类的，像如果是自己的账号的话，其实会打得更凶狠一点。我说我不敢相信他只有一个人在操作，他说他不相信任何人，所以他不分享给别人。还有就是我问到他战力的问题啊，因为他的战力基本上都保持在1亿左右。他说一般情况下他的战力只要掉到8000万左右的时候，就会马上升回去变成2亿，就尽量保持自己的战力，可以死兵，但是不能死太多的兵，又可以出到7对队伍。那最后我要叫他分享他自己的装备还有军器，那你们也看到前面的对话了，他讲不相信任何人，所以我是没有办法拿到他的账号，所以他就有截图了他目前所拥有的军器还有装备给各位看。那首先是分享工兵的装备，第一套装备是布迪卡的，他这个是散装的工兵装备，全部已经有专属了，但是没有觉醒。再来第二套是海尔曼的，
也是散装，但是全部都觉醒了，全部都有专属。带的饰品是战鼓，还有项链，项链也是觉醒有专属，一套专属的领袖装备，但是并没有觉醒有佩戴戒指跟匕首。刘彻的装备也是散装，但是他这里所佩戴的饰品是反击伤害书，还有普攻的项链，全部都已经觉醒了，但是头盔还没有专属，其他部分都已经有专属了。散装的全专属骑兵装备，搭配号角跟戒指。另外一套的骑兵装备就有专属，但是并没有全部觉醒，也是一样散装，这里佩戴的是蜘蛛网还有战鼓。另外一套步兵装备，但是显然的他这个步兵装备比较强一点，有很多都是已经觉醒5了。不过雷神之锤毕竟还是失落之地的装备啊，所以没有办法马上觉醒5，佩戴匕首跟号角。另外一套步兵散装装备，但是这边的专属全部都是领袖统帅的，并没有觉醒，然后佩戴战鼓跟号角。另外一套工兵装备，这个就是毕业装了，然后全部都有专属有觉醒。看起来他似乎是打算要把这套装备升到全部觉醒5，但是因为失落之地的装备啊，所以进度会比较慢一点。接着另外一套骑兵的装备，这个是毕业装，全部都有专属，全部都觉醒了。显然的这套装备其实也在赶着进度，但是你们也看到了失落之地的装备跟头盔呢，并没有这么快就完成5觉醒。所以可以看到只有裤子跟手套是比较快的，这2个比较容易获得。所以以上就是他所有的装备，他总共有10套装备很夸张，这里应该是花了不少钱。而且你们刚刚也发现到了，他很多装备全部都是有专属的，全部都是传说装备，再加上他有很多装备全部都已经觉醒了，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战损比会比较高。说真的，要做到10套金色装备呢，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是要10套都有专属，这个是真的很难。那接下来介绍他的军器。第一个工兵的军器，这里所有的铭文我会放上英文跟中文的翻译。第一个工兵军器呢，不算是最好的，它这里的提升也算比较低一点。假设是计算它的数值，对大佬而言必须要超过 30%， 那它这里是蛮接近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而已。这3个铭文都比较普通。第二个工兵的军器，显然这个铭文比较多了，这里的铭文还算是中等水平，稍微提升总数也是大概20多左右，不过它这一套已经算是中上水平了。第3个工兵的军器，这个终于有专属了，显然这一套的铭文会比较好一点，还有包括所有伤害啊、攻击力跟生命值都有提升，还有2个专属铭文，所以它这一套工兵的军器呢，算是3个里面最强的。尽管面板上看到3维数值并不是很高，但是2个专属铭文的技能伤害提升已经足够弥补了。第一个步兵的军器，那虽然刘彻他是打重击伤害的，必须要用拱形阵才对，但是看来 Osno 他并没有用拱形阵。不过我发现到 Osno 他有专门去选择一些铭文是符合刘彻使用的，像他这里选择的技能有包括受到的伤害降低、提升普通攻击伤害、提升所有伤害、基础攻击的时候触发、受到技能伤害的时候恢复怒气，基本上每一个技能都可以让刘彻使用。不过很可惜的，他这一个步兵的军器提升并不是很高，不过针对野战士已经足够使用了。第二个步兵军器，这个就有专属了，而且还有专精铭文。像他第2套步兵的军器就显然强很多，除了专属铭文之外，普通铭文都有技能伤害增幅，所有伤害提升。不过这一套的军器稍微提升并不是很高，不过至少还是比刘彻那一套还要高一点点。第3个步兵军器，因为他的图拉真是用步兵的装备，所以军器它也是换上步兵的。这一套的3维其实比较高一点，但是它的铭文没有到特别好，2个专精，1个普通铭文，并且其中1个专精铭文是大家都调侃最烂的专精铭文。不过一般给辅助统帅的装备军器会比较随便一点啊，所以这边还可以接受。而且这里总数加起来生命值还蛮高的。第一个骑兵的军器，那其实他这一套骑兵的军器抽到的铭文还算不错，像是第一个造成所有技能伤害提升 8%， 基础攻击所有伤害会提升 5%， 提升 2% 的技能伤害，所有伤害提升 2%， 还有最后的生命值提升 3.5%。 他这一个军器也算是中上水平了。第2个骑兵军器，至于这一个军器其实比刚刚霍去病的还要差一点点，可以说是中等水平吧，不算是特别好，可能他用项羽会比较少一点。最后一个骑兵军器也算是他所有军器里面最强最厉害的军器，唯一一个有3个专属铭文的军器，然后3维提升总数加起来是已经超过 35%， 所以严格来说 Osno 他其实可以开骑兵集结了，只是比较可惜他的专属铭文并不是双铭文，否则的话他可以拿到更多的铭文加成。
这一套军器也会更加厉害。我觉得他下面的3位应该都是洗出来的，运气是真的很好，可以提升到这么高。以上就是 Osno 的采访，还有他的军器装备介绍。再次感谢 Osno 接受了我的采访，也期待他下一次 KVK 的表现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